这绝对是火箭最想打147的一次。母球不仅要精准的避开黄球，还要借咖啡球才能下来叫飞。缺钱的火箭拼得太凶了。这是2015年世锦赛首轮，面对乱局，奥沙利文直接上头，第一局就想用147开张，漂亮，一杆标志性的长台上手，而且飞球同时到位。导播更是秒懂火箭心思，才刚刚打了一套红黑，147提示就已经刷了上来。现在红球虽然比较分散，但是全都相互牵制，一杆超分已经难度不小。想要强行冲击147，除了圈出来的2颗难度红球，还有贴库的咖啡球和粉球2个难点。奥沙利文就是局面越乱越兴奋。手架很不舒服，而这还只是刚刚开始。利用红球借停，又给自己增加了1颗难度球，而且后斯诺让手架更加难受。火箭也露出了标志性的便秘表情。太硬了，如此不舒服的情况，黑球也是稳稳入袋，但是难题还没有结束，需要一杆准度续命。火箭真的绝了，强拼准度的情况下，还要兼顾白球走位，这强大的纠错能力真是让人羡慕。当年147奖金25000英镑，加上1万英镑的单杆最高奖，与其说35000英镑让火箭如此卖力，我更觉得是这个乱局让奥沙利文异常兴奋。现场观众这票价绝对超值，可就是苦了对手斯泰德曼。什么深仇大怨，第一局就直接扛着大炮上来。低杆拉回来一库，继续叫红球，又是一个后斯诺，这一局还真是跟手架干上了。马上简单的红球就要全部拿下，随着难度的加大，本局最精彩的部分也要来了。It's unbelievable. Only £20,000 for a maximum break run. Is that enough? 88. 黑球留出了 K 球的角度，火箭特意走过来确认位置，如此小心谨慎，这个147看来是志在必得呀。这杆应该是失误了，感觉火箭是想要 K 下方那颗红球，现在就非常头疼了。打上方的红球，母球很难下来叫黑；打下方的红球，估计又是九死一生。火箭居然没有丝毫犹豫，趴下就打，真的太牛掰了！借咖啡球强行下来叫黑，敢这么走位的，除了火箭就只有奥沙利文了。克鲁斯堡彻底沸腾了，就连对手斯泰德曼也看入迷了，真是不服不行。精彩！第二次顺利把红球退出，但是情况仍然不乐观，打到现在几乎没有一杆是简单球，全程都在纠错调整。17th century of the tournament. 太遗憾了，居然没有打进。这一局难度真的太大了，强如奥沙利文也翻车了。这是火箭近2年最精彩的逆转局，红球2库来找粉球藏住，而母球转角3库更是神奇的躲在了绿球身后。火老师出手就是王炸，如此逆天的线路，直接让超分的萝卜憋出内伤。
这是2021年世界大奖赛决赛上半场最后一局，萝卜刚刚完成超分，本以为可以带着5比3的优势进入下半场，但是这颗贴库的红球却让自己饱受折磨。落后41，台面最高还有35，火箭至少需要做成2杆斯诺克，而着急下班的火老师直接上演连环斯诺克教学。漂亮，不愧是当年的最稳定球员，第一杆轻松解到，而且还差点形成了反作。火老师要准备上难度了。太逆天了，母球一个低杆横抬，不多不少的藏在黑球下方，杆法和力度完美的配合，大萝卜忍不住敲桌示意惊喜。Talent and touch. Beautiful shot. 太可惜了，母球几乎擦着红球而过，萝卜直接愣在了原地，还差一杆就能追上超分，看看火箭能否打铁趁热。很可惜，这一杆没能做上，大萝卜终于可以喘一口气。真惊险！篮球差一点就晕进中袋，而且红球还漏了一个薄球的机会。但是这个极限薄难度太大，领先的萝卜应该不会这么冲动，选择稳妥的防守一杆。不过很可惜，力度稍大，不仅没能形成反作，还给火箭留了一个做球的好位置。好球！火箭真是纯纯的六边形战士，要走位的时候分毫不差，要准度的时候也是抬手就位，现在要做球更是丝毫不逊色任何防守大师。火箭做的精彩，萝卜也解得漂亮，但是跟接下来要发生的相比，之前的都只能算是开胃小菜，虽然最炸的他就要来了。这是什么神仙点位线？几乎完美的母球目标球双控，这是人类的脑子可以想到的吗？这完全变态的一点，让大萝卜足足长考了200多秒，一半是在思考解球，一半是在怀疑人生吧。奇迹还是没有发生，两库没有碰到红球。还送上自由球大礼，大萝卜只能欲哭无泪。选择黑球作为自由球击打，现在台面的分数已经绰绰有余，火箭剩下来只需要稳稳清台就行。大萝卜相当郁闷，此前已经连胜火箭好几次，但是这一杆的威力实在太强了。漂亮的母球横抬，完美的避开了粉球。现在清台已经没有能力，欣赏一下火老师的表演。14. Gutted if he loses this right. 7. 21. Brilliant match play from Roger Sullivan to steal this frame. Scott's pink and black. 32.
从3比5变成4比4，火箭最终10比8战胜雷霆，结束了自己长达16个月的冠军荒，喜提职业生涯第38个排名赛冠军。丁俊晖最新的比赛，价值50万美金的金球，因为已经没有147的可能，他被裁判收走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杆极其罕见的跑球线路。哇，这个线路有点高级啊！这个线路太牛了。我说实话，一般没人敢这么打。再来一杆绝命翻带，尝试翻带，哦，运气。这是2024沙特大师赛，丁俊晖一杆远台上手，咖啡球的角度也非常舒服，可以直接用顶库的红球过渡。看看辉哥要不要一杆带走比赛。本轮对阵的是沙特本土外卡球员阿拉杰拉尼，他曾至少8次加冕沙特全国锦标赛冠军。2019年参加了在中国举行的斯诺克世界杯，单杆最高纪录是125分，妥妥的沙特一哥。沙特金球167是纯纯的红包赛。先从奖金来说，冠军的奖金和3大赛中大师赛、英锦赛冠军奖金一样是25万英镑，但是亚军、4强、8强等成绩的奖金都超越了英锦赛和大师赛的奖金，完全和世锦赛一样规格，真的是头顶一块布，全球他最富。如果不是世台联不允许，奖金绝对比现在高很多。第二，从赛制来说，预选赛首轮到半决赛作为7局4胜，决赛为9局5胜，也就是说世界前6的球员只需要打3场，赢13局就能拿到25万英镑，典型的干活少，但是拿钱多，这样的赛事应该没有人不喜欢参加吧。26. 现在台面的难点就是右侧的2颗红球，看看丁俊晖会怎么处理。篮球的角度有点尴尬，如果大一点或者小一点都方便 K 球。发力的低杆左塞没能成功，丁俊晖无奈的挠挠头，现在只能强行拼一杆翻带。绝了，本来就给对手打熄火了，现在运气球还直接超分，看来揭幕战的这个光头丁俊晖是要给人家消定了。这谁能想到，居然打丢了简单的黑球。我们顺便看一下沙特一哥什么水平。很可惜，这是真的彻底没脾气了。除了第1局亢奋的状态，还能稍微和丁俊晖有一些对抗，后面3局自信心已经被彻底摧毁。看一下辉哥最后的精彩环节。8. 11. 话说回来，土豪国是真的很喜欢金色，球桌都恨不得镶一层金边，不知道兄弟们会不会觉得晃眼睛。20. 26. 凌晨3点，丁俊晖首轮对阵凯特，兄弟们觉得这个167真的有人可能打出来吗？